着火了！快来帮我！嗨，大家好。今天档案馆告诉我，让我来给大家。我只不过是超额完成了我的任务。做工作汇报。Water! We need more water! Come on! 所以，我没事吧？没事。我就从我的探案工作中，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稍微不开心啊！缓了一会儿。后半死了，邪车没了，无辜的百姓终于自由。来跟大家，我们的使命完成了，打个报告。我承认这个火烧这么大，我确实没想到下次开张，但我们是最后出来的，我看没伤及无辜。那这位同学，你可否回答一下，为什么不等邪神烧完？然后我那天还在讲说，我该和大家聊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实在没想到，度过这一个小时。说一个石头房子也能烧成这样。然后我突然间的时候就想起，我最早的时候，就是我，怎么说呢？你呀，可以说是我刚刚什么事情都完成了接到这个项目，然后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差这最后一下。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呢，当时买了那个书，我记得那个书上，你们能听得见我说话，因为我怕我耳机进水。小了，你看没事了。然后我当时就是看到那个书的时候，它上面写着“别那么追求这些完美，南派战书全心力做”，晚上吃然后我就非常的认真对待，因为你在这给我忏悔。别啊，认真对待。然后办成了99，为什么我突然间会提到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个小乌龙。乌龙是什么呢？因为它每一个章节里面，书里面的章节的标题都很有意思。咱们的任务完成了呀。就可以转正了。在我印象中，有什么云深结海楼，有什么什么中归游峡谷里。但是有一章我印象，这等人可以正常生活。有一章写的是至于那个上飞张海楼，南阳本来就什么古怪事，应该就是那一场他回到船上，就是和何典基在船上相遇的那一场。然后当时我愣了一下，因为他前面的那个都是非常的有意思嘛，有那种诗句感。他突然间来一张史上飞张海楼，我当时以为我自己买到了盗版，然后我就赶紧想说他有可能是史上最厉害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历史的史。后来我就去看了一眼我购买的地方是正版渠道，后来我就想说，后来我看完那个章节之后说，的确是这个名字没错。因为看什么呢？为什么说到这个？是因为我当时在做功课的时候，问你呢。有一句，我把它称之为判词吧，就说小楼一夜听春雨，咸阳游侠多少年。然后我就针对于这两句诗，我去做了一下，因为它是拼起来的两句话。然后我记不太清了，因为我还在回忆我当时的那个感受，是小楼一夜听春雨，然后什么明朝卖杏花，我就觉得这应该是有所意指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多想，因为我还看这么久不见，你本事见长的盗笔系列的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叫张海信的，所以后来我想说可能是有所关联，所以我就去查了咸阳游侠多少年，然后是咸阳游侠多少年那首诗里面，它有两句词一下子突然间让我逐渐感觉我越来越靠近那个张海峡，因为他有两句词是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峡谷香，讲的是明明知道边境边塞或者边境很苦，但是又有多少的有很多的侠客还是埋骨那边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当时读到这两句诗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的确如同海峡一样，他去了南阳，为什么他上去烤鱼，我却在这溺毙？死在了那边，纵死犹闻峡谷香。但后来又发生了乌龙。跟你说过什么？乌龙是什么呢？因为他两句词拼在一块是小楼一夜听春雨，
咸阳游侠多少年，原词指的是咸阳游侠多为少年多是少年人士。你也要去陪他吗？我两句话拼在一块儿，我说该不会，因为它前面有一页，那么对应的时间的词语呢，应该就是时间的词语嘛，真的就是年。所以我当时还以为会不会这句话的正确读法是“小楼一夜听春雨，咸阳游侠多少年”，讲的是曾经的美好和我们在外面漂泊疏离了多少年。我想说哇，还有，但后来他们说我想多了。转正了。啊，转正了，就是都是一些我逐渐，因为他们告诉我说你要进行一场直播之后，我逐渐翻看我的笔记，回想当时看书的一些心路历程所找到的一些，不用查了。师傅说转正就转正，小小的记忆碎片。去，再帮我打点酒，庆祝一下你们正式入职当。很卡。今天开心。没有连 WiFi 吗？我要南阳的霹雳珍珠酒。哦，没有 WiFi 啊。罗老老得快。打卡很卡吗？不关我的事。不卡是吗？赵海龙，站那儿。你们能听到他们能听到我说话是吗？哦，因为我自己把耳机的音量关低了，因为我同时在跟剧里面的这张那个证书和胸口的那个标。那天，因为它是我们到了档案馆之后的一个，我收到的一张证书，所以后来我当时杀青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次的很意义非凡，所以我就问道哥要了那个奖章和那个抓捕一些危险的特证书的那个那两个东西现在就在我家。第三，所以那天南部开播了的时候，我还特地在郝店家里翻箱倒柜的找，我说我记得我当时要这个东西，但是它去哪里了？后来找到了，就在我家。我还在想说什么时候有机会给大家再展示一张。而且在这个在这个戏开始之前，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拿到剧本，然后我听说是海之类的人物的故事，然后又听说南洋什么的，我就觉得那他应该游泳啊、水性啊什么的非常好，因为小说里南洋现在水性非常好。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去找老师，每天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就约老师，怎么了？别耳机啊，然后我就去找那个老师学蛙泳，然后还有完了耳机进水了，然后还学那个完了，还学那个潜水和闭气，还有教我那个李老师还教了我，但我也忘了哦。我这个还要在水里面作恶一个南阳的安宁，泡泡，弄一个吐一个那个泡泡的圈圈出来，然后人还可以从那个圈圈里面钻过去。海上瘟神。后来我就定主了。冷静沉着的张海霞，因其算无一策的出色能力而我记得我应该录了视频的，回头我们找找看，如果有的话给大家看一下。当然就是一些很短的，比如说25米这种。改变他们命运的案件正在发生。盘花海礁案。对啊，因为一会儿就要潜到那个花海礁的那个老天爷保佑，在水里就要动起来，平安无事啊！醒了就容易冷。老天爷保佑，我们此次出海平安无事。老天爷保佑，我们此次出海平安无事。那已经进水了。大兵，起雾了！大兵，在的，起大雾了！现在呢？大兵，快来呀！现在好吗？怎么了？好像有人了！胡说八道，这远海怎么可能有人？你看看，是不是？在这里。稍等啊。现在 OK 吗？老天爷保佑！我们只是来讨口饭吃。不用耳机行不行？请你高抬贵手。
不会，他们快走，走！现在呢？现在有声音吗？没有。他们是网不好吗？他们哦，就这样是吧？我之前让他们也买了那个运动耳机，但是连接有点问题，后来我还是用了那个，但现在他们说这样更好的话，那我就用这个。OK， 我刚刚说到哪里了？我刚刚说到哪里没有的？啊？什么？哦，吐泡泡，然后后来这那反正回头有那个游泳的那些视频的话，我到时候再找出来给大家吧。我烟藏哪儿了？你把烟藏哪儿了？好，知道了。等一下，我的拖鞋露出来了。我刚刚清楚的看到了我的拖鞋，上头有点跳戏。说是在盘花海礁遇到鬼了。吐泡泡就说他在水下，然后我记得我也录了视频，回头如果找出来的话，我再给大家。一直闹水鬼的传闻，很多船是不肯走了，但还是有胆子大的，想打捞船。就打水仗的其实。这个月类似的报案已经有7起了，啊，之前的都口臭无凭，就这个是有事。你看这边海虾就要做他人生中的一个选择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人生真的很有可能因为一次选择而被劈成两半。所以在后来的时候，展开说说。他从炸伤之后，我们在盘花海到了南洋坐轮椅。大兵就是要。其实他每一天海盐帮他洗脚，他都是非常抗拒的。因为我当时在理解的时候，我就说海虾此时他会在想什么？他最想要的是什么？我后来突然间有一天感觉，他是不是就是还是希望你们把他当成一个没有受伤的人，一个没有受伤的正常人这么对待就会好，而不是去帮助他呢？把人杀死。我如果作为那样子一个人存在的话，我最想要的就是你们还一如既往的把我当成没有受伤时候的样子来对待我。当你们区别对待我、照顾我的每一个行为，其实都有可能是在提醒我，你是一个腿受伤了的人。但是他又会去接受别人对他的照顾，是因为他能看得出这些行为里面包含着盐的愧疚自责。如果这么做能让你好受一些的话，外边等我。那我就会接受说，那你那么做。这事儿你怎么？所以他其实每一次，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感受，他都是非常的割裂的。站在自己的内心，他是特别希望说，你们把我当成没有受伤的那个人一样，继续那样子去相处。但是他又得去接受这个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么做海盐也会很好受。但到后来的时候，他逐渐发现海盐消沉了，他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行为而导致了海虾这样。然后我们就开个小店。所以海虾看到了这个部分之后，他有一场戏是他希望他能去回到下城，他想借查案的机会让海盐能回到下城。他们只有一张能买票的钱，他觉得他能力那么强，他那么适合做档案馆的探员，他不应该因为我这样而被我困在和牵绊在这个地方。他觉得他应该继续去做他的张海楼、张海岩，他没有做错，他不应该这么被困在一个名叫张海霞的牢笼，然后一日的搓磨，去变成另外一个可能很像海霞的人。那他就不是海洋，他不是海楼，他就是你说去就去，你说不去就不去。反正他不知道是谁，但他如果那样子的话，他可能就变得不是他心中的海楼。如果一旦发现有什么，所以他才会你说撤我们就撤，好不好？都听你的。想让他借着查案的机会回下城买一张单程的票。再到后来的时候，他看到海盐
有些话他听进去了，或者说是他并没有那么的你说的啊，反驳他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丝触动。因为我后来就是在寻找海虾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有一些波动的原因是在于，可能被海虾改编的那部分的海盐会代替海虾，陪着海盐走过海虾无法陪伴他走下去的那些人生。我留在南洋，他回到下城，别抽了，一来一回其实会很久。既然有时间有空间，烟没会影响。那我就是有办法能让他继续留在下城，这很贵的，而我继续留在南洋。这么发达了，只是我可能无法陪伴在他身边，但是被我改编的那部分的他，可以代替我陪在他身边。我觉得他得继续往前走了，我可能腿伤了，我留在原地了，但是他得继续往前走了。所以因为他后来的消沉，所以他才会有前面的那些张扬和明媚。因为就前半部分的，我觉得是一个两个很能力很出众的孩子的骄傲，而在大事件之后，他们的那部分骄傲逐渐的被搓磨和溃烂。太阳之前，那个风就停了，这个雾啊就慢慢的就上来了。因为那天我就在想说，他们对于敌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后来我就找了3个视角，我觉得我对于海盐，因为他是伙伴是兄弟，我对他是平视的。那么对于师傅，他是收容我们的人，是给了我们家和名字的人，我对他能力也很强，所以我对他是仰视的。但是逐渐我对于敌人是俯视的。因为我们之前有多少48是68连胜，就是他逐渐发现，我对于敌人就是可以，你就是会有自信和信心，觉得说我是可以斗得过你们，即便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跌宕起伏，但是只要有海盐和我这个组合在，我们彼此能补上对方的那一半部分，我们就是可以互相弥补和互相打赢对方的。这个东西一直以来给他们的信心和胜利，但是直到遇到了真正的命运的轻轻挥了那么一笔，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大转折。所以那个时候会担心说，那后来我就在想说，那么他对于盐来说，因为盐会觉得自己是很莽撞的，但是在虾看来，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莽撞的行为，而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因为他选择相信他的搭档，也就是相信虾，所以他把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确定我能解决的事情，就会交给我来处理。当然，我觉得虾对这个东西的存在，他是乐意接受以及习以为常的，他很乐意有这部分的东西需要他去处理，因为如此这般，这是他们形成的纽带，就是你总会留一些小尾巴给我来处理，而我也知道我可以帮你很好的处理好这个小尾巴。你不是莽撞，而是让我感觉到你需要我。我也不是永远在帮你擦屁股，而是我知道我可以帮你解决。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莽撞，而是我们之间彼此懂对方的一个默契。所以我不觉得盐非常莽撞。包括我也看到大家有在说，在南安号上他说出自己身份啊，什么事情。但是我始终还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而我是一个非常保守走一步看3步的人。
妍有些时候会觉得这些事情我们能解决，因为我们在一起解决。所以你因为有我的存在，所以你可以并不要那么的紧绷，你可以并不要那么的压力大，你可以并不要那么的闷闷的。所以他有些时候他会不会也就是在一些他觉得无伤大雅的有些部分的时候，天我的，他其实是想这些年来让我放松一下，捏人玩，只是没有想到某一个计划它其实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这是我们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事情。糟了，不怪他，也不怪我们，也不怪任何事情，只是命运的这个轻轻挥了那么一笔。而我们之前因为连胜，所以我们也大意了，小瞧了一些蝴蝶扇动的那一下翅膀，而导致卡住了。事情啊，只有人能干得出来。没有，而导致了这附近就肯定，这种事情的现在的情况是发生他们想吓所以我并不觉得让我们把闹鬼的事情传出去怎么样。所以我们肯定能离开这儿。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冷静一点。全部人给我出来！我是南沿海市督办张海岩，你们在这装神弄鬼，我要把你们全部查办。3分钟之内，如果你们投降，直办投饭；3分钟之后，全部就地正法。胡说八道呢？3分钟。我那天看到一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没反应过来，昨天更新是吧？昨天更新的里面有说，我披着那个，毯子，然后说，这些像说船上失踪的乘客很像蒙娜丽莎，我觉得那个还蛮有意思的。我当时我说，蒙娜丽莎的微笑，但是我笑了，我觉得那个还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自己演的时候，我当时也稍微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像某个油画上的一个形象。蒙娜丽莎的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Steven，的嘲笑，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却把你的感情输给别人去摧毁？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情迷好几回？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或许她已走过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她的蒙娜丽莎我不喜欢流眼泪。你倒是不见外啊！不行，可能在水里运动着有点这些苍嗨了。已经围着我转很久了，我这人打苍蝇很在行。我在霸龙珠住了10年，哪条路更近我更清楚。况且我的身体也受不了颠簸，包容一下。我来。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泪。什么？愿不愿意多什么来着？它后面没有显示。是很不错，可惜有点毛躁。是啊，但你我很欢迎所有的海家人加入我们的南部档案。不如我们今天给我们的海家人去，或者我们给我们现在所有观看的剧粉们，我们来想一个我们叫什么好不好？瞎叔叔，别叫我叔叔。是你，我觉得你遇上了很大的麻烦。
我向来是别人的麻烦，敢招惹我，哪里下好下场。尝试这次也是一样。我回头是不是可以？事情背后的真相。我已经不是大案官。回头我应该录一段。有人打扰我清静。一会儿结束录。我那位朋友跟你很像，都很强，但是再强的人，也有可能死在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叫我们的剧粉宝宝们叫什么呢？是要动手了吧？海家人。什么？张海思 ，Hassie，海思，张海思 ，Hans，男的叫 Hans，女的叫男的叫 Has。毒草世界和杀你的人有关系，海龙有没有危险？张海棠是我的同事。张海棠当然是我的同事啦，我们都是海字辈的人，所以每次看到海虾的时候，我想说天哪，太好了，同名了。海思 Has， 海啸了。所以其实我应该是在白生，就是因为我跟海椒还有海盐在档案馆，其实度过了一段非常安稳和有规律的生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小团体给我很大的慰藉，因为其实我海盐看到了我的有一点消沉，所以他给档案馆带来了新鲜血液，会让我整个人稍微舒缓一点。但当我知道海椒因为海椒小女孩那个海椒因为纷争，她甚至还没出师，因为纷争而被坏人都不放过，甚至会易容成她的样子的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个割裂感，会让我有一点点失神和有一点点就是平稳的情绪产生了波动，因为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它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所以在那一瞬失神的时候，白生一把刀，但是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一点点感染了。你帮我修船。对，其实我在这边看到那个人愿意是你的筹件，额外多给我一张，因为我只跟他说我帮你修好机动车，不是机动车，发动机的那个，然后你得给我一张船票。但他额外给了我一叠钱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触动是，其实我得更有责任去保护他们，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过得也不容易，但他们依旧愿意为了心中的善良和知道你要去解决的事情是善良而为你付出。那我们有责任的人就一定要把他们保护好。所以当他那一下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想说你过得也不好，但是你愿意这么赤诚的这么去对待正义的事情的话，那我一定要守护好你们心中的这部分的好好生活的希望。不冷，因为我一直在下面动，就是你在那个叫什么水里面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保持自己让自己动，因为你动了之后你就会稍微的暖和一点，所以我上来可能会反而会更冷。我有证据，一个也别放过。这个副官，就当我在泡澡。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约定了。John Hess， 你好，我要登船。张海思，John Hess。
好，我找一个人，拥有一生，带着一副金丝边。他是谁？他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流眼泪。最不吃压力的人，强心脏，有什么要传授的吗？我觉得大家都说海霞是最不吃压力的人，每次遇到问题都特别冷静，在大家都在接你的强心脏，对此你有什么要传授的吗？对此我没有什么要传授的，因为我觉得在你们的人生中，你们也会拥有很多压力的时刻，但是你们也会非常，最终都会解决的。所以我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强心脏。好的。而且你们每个人，我相信你们都运用的很好。你们可能会有考学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吃这么但是你们都解决的很好。下午好，下午好。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哥们儿看着真帅，还今天。这什么人啊？嗨，那是芭蕾神医吗？听说这种人天生有些特殊的本事。是的，确实和郑恺不太一样。是谁？我在哪里游泳？我在查案的那个海域游泳。今天是档案馆通知我，让我抽空给大家做一个视频汇报，所以我就连线了。没有想到档案馆的现在的技术这么发达，可以直接实时的让大家看到我的全息影像。希望我们档案馆能给我们的探员多多普及一下这个功能，让我们每次异地联络的时候都会比较的方便。我听说巴莱好多人都中了这种毒，这毒会毒死人的，大家不要靠近啊！快逃，不要靠近！医生，救我！Come here. Get yourself together. Only one day to go. One day to go. 快点救！ The hour is coming. We must face the misfortune only by believing that God's children are blessed. Oh Lord the Almighty, please bless us and help this poor man. Oh, bless us. 快，听好了。但至于后面不是更新了一场就是幻境中的戏。其实我拿到那一段剧本的时候，我很兴奋，是因为我能看到很多想表达的东西，比如说在梦境中言说的其实就是通过言的嘴听到虾这3年来的挣扎的那些心声。所以后来，但真正在我要去处理这场戏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瞬间的很无助，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我觉得我该如何让观众去了解、看懂和把编剧老师们写的精彩的这些部分很完整的去让大家看到。清醒一点。
然后我因为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在想说，虾是无助的，我是无助的，会不会因为是彼此的相互影响，所以才感受到那部分无助？但是我说实话，我拿到那个半个腿的那个雕像的时候，是我演员本人会有一些生理性的害怕，因为他的确没有下半个腿，而我的当时的境遇就是在轮椅上，所以我当下我有点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虽然他们告诉我他是一个道具雕像，但我还是会当下会有一些害怕。所以后来我就后来说回我的工作，说回我的工作的细节部分，就是我一直在想说，黄昏草图它对于我的影响是什么？后来我就在想说，它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要逐渐陷入的幻境是我，是我这3年来的一些想隐藏的、想不为外人所知道的那些东西。所以我就在把它想说，有没有可能我试着从削弱我的理性意识这个角度出发，让这个事情显得很落地。然后我就在想说，那如果当他海峡非常引以为傲的理智度、分析能力和处理能力开始降低的话，那么浮现出来的其实是他深层的关注到自己的那个欲望。后来我又在看剧本，我说我需要交叉印证一下。我看到剧本的那一刻，他的遇到的事情是，除了，就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就是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我的圆桌上看这场戏，我想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是他的深层欲望是这个的话，我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这种感受我如何让大家感受得到。我出来之后，我仿佛看到了虾就在我面前，他很无措，很无助，害怕我去直视他的这件事情，就这么站在我面前。所以后来我就在试着顺着这条路往下走。所以在那个幻境里面，其实还有第三，我自己的理解可能不是标准答案啊。我自己的理解是，虾想告诉我的是，还有他发现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欲望的不堪的那一面，所以他会很不愿意往那边走啊。包括到后面，你看现在就是白生这边，其实我很开心，也很感谢编剧写了这场戏，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我能从这场戏看到很多我想要再多看到海虾的一点他身上的多面体的某一面。因为在白生面前，我看到了南洋大杀器，过去的那些温柔和好脾气，它只属于师傅和海岩。但我的敌人们，你们千万别忘了，因为他们是师傅和海岩，所以才能拥有我的温柔和好脾气。但在你们面前，我依旧是南洋大杀器。那么我为什么会成为大杀器的体现在哪儿？我在这场戏找到了，而且他们面对的是对他来说最至关重要的2件东西，一个是档案馆的成员，那就是师傅海岩；第二个就是档案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的依据，因为档案馆需要他，因为海岩需要他。而当这2个东西都将被摧毁，且这个计划已经进行了20多年，这么雄厚的一个计划，它无力更改的时候，如果这些东西它都失去了，
不再是南部档案馆的张海霞，不再是张海岩的师兄张海霞。当这两个东西如果不存在的话，那么他是谁？他的归属在哪儿？他跟这个世界的连接又在哪儿？所以当才会那么的生气和那么的这个人会涂刀片，没法控制，那么的紧张，因为他觉得自己即便测算无疑，但是20年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测算，所以他会那么的生气和交织在一块儿，而发现在他们的敌对势力上面。所以当我看到剧本上写说张海岩你狗屎运这么好，借我点运气吧，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就是编剧老师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从这句话上我就感受到了一个我算漏无疑，但是面对这么大一个局面，面对我也有可能朝不保夕那一刻，我选择去相信一下运气。我觉得他那一刻他是有一点点无助的，但是他又不想去把这个事情变得非常的悲观，因为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一定要活下去，因为他还要告诉海岩很多事情，他要找到海岩，我得确保海岩能活着，我先撵出去。所以他选择了一个稍微我腿没直觉，用温和一点的方式说，你狗屎运这么好，借我一点吧。我能在那一场的时候，我看到海霞过去的骄傲，而他断腿之后那些怎么说？那部分的骄傲已经溃烂的千疮百孔，但他依旧在那边努力挣扎着生活。他选择对付白，因为后来我在交叉印证，就是他最后选择对付白生的方式是，我也先挑断你的2个脚，先让你的脚动不了。如果你的脚动不了，我的脚动不了，我们就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但是我们在同样的境遇，我赢你，所以我先把你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你不会再有任何的优势。当我们的起跑线相同的时候，那就是我强了。我的腿有直觉了。所以在后面白生的那个时候，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剧本给予了我很多看到海霞的身上的那一面又一面，包括其实因为就是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会有一些迷茫、压力、无助，也是因为我能看到很多这种东西，但是我也很想把这部分的海霞给大家看，但是我的感受就是我怕我没那么娴熟，然后。但是还是有很多在现场的时候导演们的帮助，是因为就像我回头看刀那一个镜头，其实并不在我原先的自己想的也表演的范围内，但是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导演在后面下了一个机位，他应该是要拍后面的动作还是什么的，我突然看到导演那个机位，我在想说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回头看那个刀的血那一下会不会好？其实导演的镜头给的很厉害，所以才会让我老天才会眷顾到我有那一丝的想法。但是后来我看那一条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可以再更好一点，是因为我回头看的时候，我是先展示了有血的那一面。然后我再翻过来亮眼神的那一下的时候，镜头里那个刀的那一面是没有血的。但其实如果说在我的感受里，应该更优的方式，其实就是应该回头完之后，等刀亮给镜头有血，大家，然后我的眼神再有那一下，大家就是能同时看到刀上的血和我眼和那个神情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会比我现在的这个表达，但是我当时就是按照正片思维在那边想，就是先是刀，然后翻到
翻到我看到血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空间。你是我兄弟，你替我活着。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做不到。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爸爸，黑白虾的处理。我这样就不该活着。行，是因为，因为我看全剧本的时候，后面它是有一些黑白虾的处理，但是我就在想说是如何让这个东西也落到根儿上一点。我就在想说，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因为还魂草让他的理性的阀门峰值会往下降一点，欲望峰值会高一点，那么是不是代表它也是同时调整了它的，就影响了它的这个峰值呢？它的它的理性可能，或者说它的某一些峰值的情绪的变动，就是它那个人体的那个在意的点、在意的对象、选择的程度，它都那个数值的波动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它才会有那些说人变了的东西。那么说明这些东西在他身体中原本是存在的，只是原来对付的是外面的人，或者说是穷凶极恶的人，而不是会面对无辜的人。那么如果说这部分东西隐隐的曾经在他的性子中有的话，那我前面就需要去铺垫和埋一下。那刚好我这样，那交叉印证在了白生的这个事情上，因为他是我们目前一个非常对我们档案馆、对我在乎的东西非常有敌意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应该可以把这个东西的一部分的埋在白生身上啊。包括有很多，我觉得编剧写的很巧妙的地方，因为像在梦境的时候，海虾这么一个敏锐的，或者说是逻辑思维网很强大、很缜密的时候，他会不会很快速就能判断说这可能是幻境？但是后来我就在读剧本的时候，我第二次再去读这场戏的时候，我发现。我发现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当海虾对于现在这个他所处的虚数空间，不是对这个幻境空间产生了疑问的时候，就有人敲门，去打断他的这部分的理性思考判断，或者说是打断他的思考的可能性，而是催促着他去进行他的往后推进和他们那个幻境想要让他走上的那个导向。他们外面有人说他们就在里面，还是他们怎么样？我记得是有这样的情绪。但他每次他好像产生过2次的疑惑吧，一个就是什么世界上怎么会有换腿这种办法还是什么，然后后面是咚，所以我当时在交叉印证了一下之后，我觉得他们真的还蛮厉害，并没有平铺直叙的在说他很聪明，他发现了他怎么样，但他或者说他是个幻境怎么样，他并没有去忽视这件事情，而是非常基于虾的性格而给他设置的一个难关啊！我这是我真的在读剧本的阶段我能感受到的，但是相对于的问题也就来了，就是我的压力就是在于我如何能让你们 John Hass 们看到这部分东西。也认为，然后还有2个就是让我非常，后来我还发觉，非常有人在监视我，非常想要我死，非常感动。是事后，就是我在跟张海虾的人生交接完之后，在后来的时候，有一天我翻微博，因为有一些算是会回答的，他说如果有一天海岩看到海虾站在他面前，他会做什么？
三叔的答案是拥抱，然后我看到那2个字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点绷不住了那一次。然后第2次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有一天在看，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最纯粹的那个南洋少年，在一个平常的午后，已经走完了他的一生。然后我就在床上，就是大哭，就是我很，我作为演员我很难过，因为我帮不到海霞什么，他最终还是要走向他最后的结局。而且我会很难过，因为我是不是每次很用力的去诠释他的时候，就在对他的结局走向在做一种推波助澜呢？所以昨天晚上，谢谢。昨天晚上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难受。哎，但是我平复完心情之后，我觉得，我又想到了，就是我并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那么的波动，因为其实上一次我会有一点点没那么有这个实感的时候，是我们在海南杀青，海口，然后那天最后的时候，所有人都就是最后在拍戏的时候，后来我就想了，我就忙完我所有的事情，拍完我所有的采访之后，我就回去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然后我们导演是个很酷的人，很有想法，然后我就默默地坐在他后面搬了张椅子，我也没跟他说导演我来陪你们杀青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导演一个人陷在他的那张椅子里面，然后再用对讲机指挥这一切，很安静很悠悠的，并不是他平时那种非常激情热情创作的时候，我就没有打扰他。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会在留恋他这个即将完结的这个世界，他也很不舍。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拍一张照，然后他们说你一起来。后来我就想说我就不来了，因为你们是这个世界的缔造者，我进来会有一点点，你们才是值得纪念的。然后后来我就说，那我来帮大家拍这张照片，或许意义也会不一样。导演不是一个爱听，导演不是一个，他是个很酷的人，他不是一个擅长去听别人讲煽情话的人，我也很了解他。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在想他们，想冰姐，想马总，想梁哥，想他们的时候，我就去了他们的组去看看他们。我看到他们走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说他乡遇故知是人生的大幸事，是因为我看到他们在别的世界里面努力的向前缔造的时候，在创建的时候也非常的有生命活力的向前冲，我就会觉得很为他们感到高兴。所以是同样的道理，我能和现在屏幕前面的你们，和这个项目的同仁们，和张海棠、张海思们，能和诸位在同一个时空里面一起前行，我觉得何其幸运。可能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紧绷的人，是一个很需要海盐在我的生命中挑起波动，挑起
挑起乐趣，让我的平静的生活里有一丝波澜。非常感谢你们，以及非常感谢你们陪伴我这1个小时。一会儿，我和你们一块儿去我们南部档案的世界，一块儿去进行之后的探索。也希望你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抱有同等的爱意，包括海盐海西不说了，包括简溪啊、凤凰啊、千军万马啊等等等等。我希望我们同一个世界的我们还有你们都能拥有一段非常美妙的旅程。最后的最后，你们这些档案馆的苍蝇是逃不掉的。熟知不向边庭府，纵此犹闻峡谷香。南部档案馆张海霞向你们报道。